蝴蝶兰全烂根怎么办？用倒栽葱大法抢救，屡试不爽，新手也能学会。花友们还记得之前我分享的悬空诱根大法拯救全烂根蝴蝶兰的影片吗？那期视频以后，不少花友留言问，那个听起来更神奇的倒栽葱法啥时候安排啊？别急，今天它就来了。看过之前悬空诱根的花友，请回复1，没看过的请回复0。倒栽葱同样是针对那些根系烂到几乎无药可救的蝴蝶兰，操作简单，效果惊人。大家好，我是花花，今天手把手演示怎么用倒栽葱法给你的蝴蝶兰一个重生的机会。相信我，跟着这篇保姆级教程，你也能变身蝴蝶兰救星。1. 倒栽葱大法5步抢救。1. 毫不手软，剪除烂根烂叶。这是所有烂根抢救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彻底把所有已经腐烂发黑、摸起来软趴趴的，以及那些发黄、腐烂，甚至是折断的叶片，全部毫不犹豫地剪掉。为啥要这么心狠手辣呢？第一是为了斩草除根，把病灶全部清除干净，防止腐烂继续向上蔓延，保住健康的茎部。第二是为了轻装上阵，坏死的根叶不仅不能提供养分，还会消耗植株自身的储备，剪掉它们才能把有限的生命力集中起来，用于长新根、发新芽。2. 晾干伤口，倒栽入定。把修剪好的蝴蝶兰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1到2天，记住是自然风干，不是暴晒，让切口自己收缩、干燥，形成一层保护膜。晾干后，准备一个干净、透明的容器，然后把你的蝴蝶兰以倒栽葱的姿势放进去。3. 只加清水，拒绝一切偏方。往容器底部加少量清水，划重点，什么网上说的万能偏方大蒜水、淘米水、柳枝水、啤酒、可乐，各种所谓的营养液，统统不要加。在这个阶段，它们不仅没用，很多时候只会增加水中和容器壁的细菌，污染环境，甚至导致你的蝴蝶兰再次腐烂。干净简单最重要，靠湿气诱根，防止2次腐烂。4. 通风明亮，静待奇迹。现在把这个倒栽葱装置放在一个合适的环境里，提供它需要的康复条件。合适的环境，第一要通风透气，放在空气流通好的地方，比如窗边。良好的通风能有效降低湿度过高导致的病菌滋生风险。第二，则是要明亮散射光，蝴蝶兰喜欢明亮但不直射的光线，放在靠近窗户但阳光晒不到的地方最好，避免正午和下午的强烈阳光直射，隔着纱窗的直射光也最好避开。光线是帮助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积蓄能量、长新根的重要条件，但暴晒会烤干它最后一点生命力。比如有玻璃挡住的南向阳台就刚刚好。5. 拿出耐心，迎接新生。现在就是拼耐心的时刻了，新根冒出来的时间因环境而异，条件好，比如温度20至30摄氏度，通风良好的话，可能1到2个月见效，但环境一般或植株虚弱，等上3到6个月甚至更久都正常。在这个阶段一定要耐心，耐心再耐心，只要茎部和叶片没有继续烂或彻底干枯，就别放弃，别老去动它、折腾它，让它静静地待在倒栽葱容器里，底部水汽创造的高湿环境会慢慢刺激它从茎部萌发新根，相信它的生命力，等就对了。然后等新长出的根系长到大概2个手指关节那么长，并且数量有3至5条以上，看起来比较健壮有力的时候，这时候就可以考虑让它搬家了。无论是悬空诱根还是今天的倒栽葱，它们的核心原理都是类似的，先彻底清理烂根病灶，然后保持干净，创造一个干净、高湿又不积水的环境，来诱导蝴蝶兰从茎部重新萌发气生根，同时提供合适的光照和温度，帮助它积累能量。这2个方法我都亲身实践过，并且成功救活了不少看似没救的烂根蝴蝶兰。它们都不需要花额外的钱去买各种药剂或工具，操作简单，非常适合咱们家庭养蝴蝶兰的花友。当你家的蝴蝶兰不幸全部烂根，先别扔，要么悬空诱根，要么倒栽葱拯救它吧。如果你觉得分享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请记得点个关注哦。话说回来，那么蝴蝶兰为什么会烂根呢？蝴蝶兰烂根的初期又有哪些症状呢？
平时养护时应该注意什么，才不至于走到烂根的这一步呢？首先，蝴蝶兰烂根是有一些前兆的，看到这些信号就要抓紧拯救根系了。2. 烂根的6个症状。1. 叶子变软，不挺立。健康的蝴蝶兰叶片应当厚实饱满，挺得住。如果你发现叶片突然发软下垂，看起来有点无精打采，尤其是最靠近根部的底层叶子开始失去张力，很可能就是根部开始坏了，供水功能出问题。2. 叶色发黄，从根部往上蔓延。当根系受损，水分和营养无法顺利运输时，叶片就会开始发黄，特别是从下往上黄，且黄的不均匀，叶片边缘略带枯焦或水渍感，那就是根烂，水分上不来，叶子脱水的连锁反应。3. 花苞无故萎缩或凋谢加快。蝴蝶兰开花期间，如果突然出现花苞干瘪、掉落，甚至整串花一下子全谢了，别急着以为是花期结束，这往往是根部出了问题，植物开始自救，它会优先放弃花来保住本体的本能反应。4. 根系发黑、发软或有粘液，这是最直接的迹象。如果你扒开介质检查根部，发现原本应该是银灰偏绿、饱满粗壮的气生根，变成了黑褐色、湿黏、发软或空心的状态，那就是真的在烂根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根皮脱落，只剩细细的白色中轴。5. 盆土长期潮湿，有异味。如果你闻到花盆底部有酸臭味或霉味，那就不是好兆头，这代表介质已经长时间过湿，细菌在作怪，极易造成根腐。而此时根部通常已开始腐坏，只是叶片还没表现出来而已。6. 新根迟迟不长，气根干瘪。如果你换了盆，调整环境很久了，却发现蝴蝶兰一直没有新根生长，或是气生根明显缩小、干瘪、发皱，也是在提醒你，底下的主根系统恐怕出了问题，整株缺乏活力。了解了烂根的症状后，下面我们再一起来看看蝴蝶兰为什么会烂根吧。3. 蝴蝶兰烂根的原因。1. 浇水过多，积水不排。蝴蝶兰原本是附生性植物，喜欢湿润但又怕积水。如果你盆底没有排水孔，或者使用了不透气、保水性太强的介质，例如原土或密实的椰砖，长期下来容易造成闷根。根部泡在水里缺氧，就会逐渐腐烂变黑、发软。浇水过多的特征，烂根从根尖开始发黑发软，拔出时有恶臭味，整株松动。2. 通风不良加空气湿度高。尤其是在梅雨季节或室内潮湿的环境里，如果摆放蝴蝶兰的空间通风不畅，水分无法及时蒸发，根部就容易长期处于潮湿状态，也会助长霉菌或细菌滋生，诱发根腐。通风不良最容易发生的季节就是夏季。3. 用错盆器或介质。蝴蝶兰根系粗壮，怕闷怕压，最适合用透明透气的专用兰花盆或带侧孔的通气盆。如果使用普通塑胶盆或陶瓷盆，不仅透气性差，还容易积热。再加上使用泥炭、椰砖这类保水性强的介质，根系长期处于缺氧状态，慢慢就会烂。4. 肥料浓度过高或施肥过频。有些花友图快，喜欢给蝴蝶兰补肥，结果一不小心施了农肥，或者直接将肥料靠近根部，导致肥害。根部吸收不了这么高浓度的养分，就会出现烧根、腐烂的情况。一旦肥料浓度过高，蝴蝶兰根尖发黑、干瘪，有时叶片也会变软或出现灼伤。5. 温差剧烈变化或冷风直吹。如果蝴蝶兰突然被冷风吹到，或温度忽高忽低，尤其是冬天靠近窗边，很容易出现冷害或冻伤。根部也会因为细胞破裂而烂掉，表面看起来无明显异样，但其实内部早已受损。6. 病菌感染或老根自然退化。一些蝴蝶兰如果多年未换盆，根部堆积了大量旧根、枯根，容易滋生细菌，而受伤的根系如果未消毒，也可能成为感染源。7. 长期缺光导致根部虚弱。虽然蝴蝶兰喜欢散射光，但如果长时间养在暗处，根系会因为光照不足而生长缓慢，养分运输能力下降，一旦遇到环境不良，很快就烂根。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抢救蝴蝶兰烂根、蝴蝶兰烂根的症状以及蝴蝶兰烂根的原因。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点赞、
关注并多多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